呃，这一题讨论起来比我想象的沉重哈。没有想到奇葩说也没有能逃过这个魔障，就是一触及死亡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不起来。可是其实我依然愿意讨论这一题，就是因为我们要练习面对告别这件事，这是值得练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要告别。那我刚刚安乐死了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康熙来了》哈。我们最后一集很多观众没看，因为他们说我不要看最后一集，因为没看我就假装你没死哈，这样子你们就没跟我告别。安乐死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后来收到很多人的反应，然后真的就像职中所说的，很多人挽留，所以我完全同意你讲的，就是如果大家都不挽留我，我会觉得搞什么啊？就是12年白干了。对，就是说，哎，你们都不希望我多做一点吗？可是其实更让我开心的是那些跟我说，哎，我这12年过得很开心，或者我只看了2年，可是这2年我很开心，然后我很高兴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那个是我看了以后最放松的一种。然后只要鼓励我说在座的，我都压力很大。就光是观众说，哎，你知道我现在晚上吃饭的时候看什么？我就压力很大，说我就开始翻电视节目，想说我帮你找一个节目你可以看了，就是我们都得告别，可是告别变得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不太喜欢练习这件事。我身边的人，有的人在病床上躺很久，只要超过大概1个月，我的鼓励的话就词穷，就是我的家人躺在那个病床上，他只是生病，他只是得绝症，他可没有智商变低啊。我要是我躺在病床上，然后陈明来跟我讲那些撑下去，5年后人生再绽放光芒，我要是有力气，我一定就揍你。就是我被揍了。对，就是你好烦啊！就我当时一定只想这件事，就是哎，我只是躺在病床上，我智商并没有降低，就是我要你来告诉我。我再撑一下就过去吗？我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新药，我也可能知道明天有生命奇迹，这些都不用你告诉我。所以鼓励对我来讲就是压力。那你承认我过去做的事情对你来讲有点意义，我真的比较开心的接受。所以好，你刚刚讲说这是同一件事情，哈，那就同一件事情吧。我们明明知道每个人都会死，为什么我们一聊到死亡的时候就会变得整个人都错乱？我们做主持人真的很倒霉，就是只要有朋友死了，我们都得主持他的告别式。就他死前只要握着你的手说：“我的告别式要你主持哦。”你当时好意思说我不要吗？我的好朋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蹈家，他在我现在年龄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他得的是脑癌。那过世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拜托你们把人生当成是一场 party。”你们要继续在 party 里面玩耍，可是我要先告辞。然后我是一个好客人，所以我告别一个 party 的时候，我不希望全场的人都因为我而放下酒杯，关掉音乐，穿上外套，站起来，一副你走了我们也都不要玩了的景象。他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我走掉的时候，你们可以继续玩。我如果听到你们继续玩乐的开心，我在门背后听到你们玩乐的声音，我会高兴。然后他要求要一个开心的告别式，我真的很悲惨，就是我不但要主持告别式，还得主持开心的告别式。他就说好，第一个大家都穿彩色衣服，然后大家都照规定穿彩色衣服。然后呢，他身边有很多演艺圈的明星朋友。我一到会场呢，我就把这些明星都抓起来说：第一个呢，你们现在就要告诉所有的来宾厕所在哪里。所以这几个明星就通通都假装是空中小姐，就介绍说：逃生门在这里，厕所在那里，然后玩，大家都开心一点。然后终于，我都觉得我快要撑完整场的时候，因为他是舞蹈家，所以他有很多鞠躬跟观众谢幕的画面。所以我看到那个谢幕的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太爽了，他已经拍好谢幕的画面了，所以他有很漂亮的画面可以跟观众一鞠躬说老娘先走了。我就觉得哇，舞蹈家好过瘾，可以有这个。所以你们像你这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你要先录好老娘先走的身影，因为那很帅，就是拜拜。死神可以剥夺你的生命，
不用剥夺你的尊严跟温暖。所以，我们练习告别是练习这件事情，而不是一直留对方，因为留不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标题说撑下去，哎，OK 啊，可以撑。我的问题是 for how long， 撑多久？你是要我多撑1天呢，你就多高兴1天；你要我撑3天，你就多高兴3天。这事儿没完呐，因为你们不会，你们把撑下去当成是我对你们的爱的标准的话，我就只好一直撑。所以小松说我撑不住了，你要相信，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可没有生命质量了。我若还有生命质量的时候，我不会说出我撑不住了这几个字的。我今天乐于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值得讨论，因为每个人生都得经历这件事，所以谁输谁赢都没关系。可是小松如果说他说撑不住的时候，他生命还有质量的时候，你要睁大眼睛看一下，是真的吗？就是有的人像我脾气这么硬的时候，我说出撑不住了，是真的撑不住了，然后你得要放我走。那时候你再留我，我就会像对陈明一样，就是老子还有最后一份力气，我不拿来活，我拿来揍你。大家好，我是表面上主持《康熙来了》12年，实际上只是为了等待《奇葩说》开始录制。你们怎么老写这种东西？有完没完？好好念完，好好念完。那奇葩议员蔡康永，大家好，我就是说小松奇谈的那会说话个人，然后呢？但是我本人既不小也不松。那的高晓松。大家好，我就是主持了《奇葩说》之后，恨不得小松奇谈和康熙来了都的嘛。我们之所以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是因为今天本日男神罗振宇老师。我就是号称逻辑思维，但是说话从来也没有什么逻辑的罗振宇。他逻辑思维不是有逻辑的逻辑，是姓罗的加开的那个思维节目，哎，那个罗，对，就是逻辑包子那个逻辑面粉，逻辑逻辑是这个逻辑。老罗已经是第2场了，是吧？你这个感受如何？哎呀，反正在场的都是我的男神女神，我已经看你们看了2年了，都快。我们一共才播了1年多。所以特别高兴能和我今天的男神女神，在那么多个瞬间，我是那么崇拜你们，今天终于能够坐在一起，跟你们一起站在宇宙中心，呼唤。会说话、能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谢我们的赞助商，时尚购物 APP 有范儿，范1用有范儿，争取不犯2。谢谢有范儿，同时感谢国际扛过大品牌伊利米多燕麦牛奶，谢谢。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辩题。我会鼓励他接受治疗。我肯定是会鼓励他继续活下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终究有生老病死，身在其中的人看不清楚了，站在外面的人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就算是绝症的话，他也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吧。我之前也是生过一场很重的病，至亲之人他们那一种不忍你离去的那种悲伤，可能你会觉得，如果你多活1天，他们会觉得人生会多一点希望。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痛苦，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未完成的东西，我觉得可以鼓励他去完成他的一些心愿。我个人观点是不鼓励，因为首先治疗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其次就是这本来就是自然的一种规律吧，再加上他本人有这种比如说放弃治疗的愿望，所以你还不如在他余下来这段时间内好好陪他。如果说在我老了之后，我到达这样一个那个境况的话，我可能也是不会那样活下去的。第一方面自己不想
受很大的痛苦在临死之前吧。第二方面也不想给家里人造成太多的负担。我希望在剩下时间里，他们会珍惜我，而不是挽留我。我觉得这一道题本身先天性就应该会相当有压力，会有压力。就是讨论死亡这件事情，事实上由于我们太少讨论，而且也太不喜欢讨论，才会觉得很沉重。那有的辩题就是攸关生死、生命的时候啊，就没有那么多理性的东西。那不过因为我们迟早大家所有人都会讨论到这件事情，我们要去劝。那对，如果不是爱，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是的，对。这是对每个人都是很大的挑战。对，在这么面临着血淋淋的死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先来审视一下血淋淋的生。所以讲一个非常真实的我的人生经历，以及从这个经历当中一点感悟。我这次应该特别正能量吧。痛苦的绝症病人想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该不该鼓励他撑下去？我发现就是奇葩说现场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所有人抬起右手，表达你的态度。红蓝键，红键正方，蓝键反方，请按键。基本上一半一半啊。这个话题是有涉及到你们本人故事的，请举举手啊。Sorry。现场观众当中，你自己生命当中曾经涉及到这个话题的，请举举手。一半吧，来吧，我们那就请正反方亮顺序，3、2、1。董静对李林，建彪对邱晨，陈明对黄执中。好，老罗，你态度呢？其实我进场之前吧，我还觉得不该鼓励，就是我觉得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如说，朋友们让我给他就一件事儿提一个建议，我总是先要探测他的倾向，然后鼓励他的倾向。我觉得这是为朋友之道嘛。但是遇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我有一点怀疑。刚才就你问的那几个问题，突然一下我决定换边站。就是你的生命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在想，虽然我没遇到过，但是我的亲人或者是好友真遇到这种情况，说不鼓励，我真的做不出来。尤其是面对自己，就真的你的亲人躺在你的面前，我觉得我说不出口。所以你又坐在正方了。对，好，那正反方今天是谁先开始？我们是李林先开始哈。我打这个题呢，说实话有点残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家伙是最擅长戏谑的讲段子的一个人啊。但是那天我们在做这道题的选择的时候，我一直在坚持的选该，因为该不该这一方，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管各位，是个伪命题，没有什么不该。我们一谈到绝症，一般想到什么呢？痛苦的癌症嘛，白血病。或者说像尿毒症的晚期，它有很多并发症令你很痛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一种绝症？现在医学无法阻止它，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走。老年痴呆症，很不幸，我外婆中度老年痴呆症。这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啊，杀伐夺断。我20岁以前住在平房里，平房很容易脏的。老太太永远手脚麻利，把家里拾掇得干干净净的。哪个邻居来了都说罢了，你看人家这个女主人。当我姥姥年纪一天一天变大的时候，她有一天看到她的同伴们有患这个病的时候，我姥姥特真诚地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嘿，爷们儿，哪天我要是这样了，你就给我一针，我得体面的走。”我能说什么呢？哎，我这想这没用的干嘛？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回家，
我看我家洗手池上，我姥爷都拿85了，拿特别大的毛笔写了2个字儿冷热。我说你写它干嘛呀？他说你知道你姥姥昨天晚上是怎么洗完的吗？她分不出哪个是冷热，她拿凉水整个洗的澡。更可怕的是，有一天我回到家，她满面笑容的看着我，然后她叫不出我的名字。我们想一想，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折磨，世界上还有一种痛苦是让你把本身痛苦这件事情都忘掉还痛苦的事情吗？恐怕没有。我不想说像电视剧、偶像剧、神话剧里说的那样，说啊，给他1年的时间让他重新选择，不用1年，连1天都不用。你给我姥姥一阵儿明白，1个小时他就跟我说：“爷们儿，别养着我了，让我走吧。我不想做一个睡觉不知道颠倒、吃饭不知道饥饱的人，我要体面的离开这个人间。”我怎么说？我尊重你，我是他带大的，我说不出来，我只能鼓励他。有人说他很痛苦啊，你为什么要留住他呀？因为只要他还在，那个家就在，那份爱就在，那点灵魂就在啊。我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每一个人选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你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但我有，只要我爱你，我就有劝你的义务。哪怕我的劝1毛钱都不值，1点用都不管，但是到你生命最后那一刻，我都愿意劝你再留留吧。他要那份爱呀。如果说你爱他，没什么该不该劝的，就是该。为什么？我希望你别走。谢谢各位。对面是谁？董静。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绝症啊，不是治不好的病，治不好的病太多了，感冒也治不好，你只要按时休息，多喝热水，熬过那几天的鼻涕、感冒、打喷嚏，你就好了。糖尿病也治不好，但你只要注重饮食和休息，您就可以和那些没有得糖尿病的人一样去享受生活。我们今天讨论的绝症是什么？是那些在短期之内就会剥夺我们生命的重症，是我们的亲人已经走到了不可治愈的病症的末期，而这个时候，治疗唯一的作用是延缓它临终的过程。从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生了重病去看医生，我们会面临2种结果，要么死，要么活。今天医疗科技十分发达，它在死和活之间开辟出了第3条道路，半死不活。这话很残忍，我们换一个更舒服的名词，叫做人工的活着。出于一次采访的需要，我认识了张爷爷一家人。张爷爷本人由于肝癌晚期，在重症监护室住了4年了。他的气管被切开，插进了呼吸机，喂食主要靠鼻管，整个鼻腔都已经溃烂了。排泄靠导尿管，尽管他的老伴儿每天为他翻身擦洗，但他的下半身依然长了不少的褥疮。4年里，老人没有摘过呼吸机，基本不能讲话，表达自己情绪唯一的方式就是哭。有一天，他想坐上轮椅去看一看病房外面的世界，才发现由于眼部神经萎缩，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现在的医疗科技可以让一个人以这样的状态活多久？最长可以活20年。最可怕的是，疾病还没有消失。当癌细胞复发和药物抗争的时候，病人是非常疼的。我们设想一下世界上最严重的牙疼，再设想一下，这种牙疼发生在你的每一寸骨头里。我们要不要鼓励我们的亲人去忍耐这一份无端的痛苦？在对别人的生死提供建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遵循一个有点糙的原则，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对别人的婚姻问题提建议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同样逻辑的更糙的原理，叫做劝和不劝离。今天市民王先生就不上线了，我们来谈谈我的另一位当事人王太太。在她的婚姻期间，她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家暴。她的丈夫酗酒，每次喝醉之后，唯一的娱乐活动呢就是打老婆。她丈夫不就是王先生吗？王太太见我的时候，她的头皮有几块头皮是秃着的，上面的头发被她丈夫生生拔掉了。她的胸前的肋骨断了3根，是被她丈夫踹断的。她找到我，她希望我帮她调解，让她离婚。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本着宁拆10座庙也不毁1桩婚的原则，我劝她撑下去。我说王太太，你撑下去，你的丈夫就会改；你撑下去，婚姻就会变好；你撑下去，100年才修得共枕眠，婚姻得之不易呀。如果我真的这样劝她，我还是人吗？我们再来想我们的亲人，当他躺在病床上十分痛苦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鼓励他去接受人工的呼吸、人工的心跳，去人工的活着？我们不能。但其实说到这儿，我也说服不了我自己，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亲人躺在那里，我好像没有办法忍住去不鼓励他，因为我舍不得。大家还记得第一个故事里的张爷爷吗？他的亲人也很爱他，他也舍不得。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张爷爷突然病发，他的老伴儿立刻按了急救键，医生蜂拥而入，电击抢救，把张爷爷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张爷爷醒过来之后，嘴巴微张，发出了几个音节，我们都听不懂，只有他的老伴儿听懂了。他用手背遮着眼睛，哽咽着跟我说：“他刚说，我恨你，你为什么还不放我走？”这是我最怕看到的画面。我们明明是出于爱，出于不舍，却因为盲目的爱和鼓励，把这份爱撑下去，硬生生的撑成了恨。在那天采访回来的路上，我才意识到，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教育，教我们如何关爱别人，教我们如何热爱生命，唯独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去面对死亡。那天的采访改变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希望未来有一天，如果很不幸，我的亲人躺在病床上，我不要像一个幼稚的小女孩一样冲上去抓着她的手，跟她说多难受你都要撑下去，你要活下去，我不能没有你。我希望到那一天，我已经成长成为一名成熟的大人，我可以蹲在她的病床边，在她耳畔静静地告诉她，如果你选择撑下去，别怕我辛苦，我愿意陪你撑到最后一天。如果你选择结束治疗，别怕我难受，你陪在我身边的那些日子也一直在我心里，就像你没有离开过我一样。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对它的一天。如果有一天你老了，你希望你的生死谁做主？我希望我的生死我来做主。谢谢大家。我征求一下你们双方的意见，关于这个话题，咱们还 PK 吗？还要齐膝吗？我不齐膝，但我想补句话。好，我们就还是交流吧。好。董静，你不用站了，我就把我这段话说完就 OK。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选择，但你们没发现吗？其实妙就妙在，只是我们从2个点去说了。我们今天这道题的题目叫该不该劝，而不是帮他做不做生死。我刚才说了，哪怕我的劝阻到最后一刻都是无力的，他有权利去选择他的死亡，是他的自由。而我是否劝的，只要我有这份爱在，就是应该。就这样。我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表达我们对亲人的爱。其实，如果在我们亲人决定放弃的那一刻，他必然已经十分痛苦了。而这个时候，你不停的鼓励和鼓励，给他增加的是什么？是他心理上的负罪感。我们不要低估亲人对我们的爱，他愿意为了我们的挽留去忍受这份痛苦，去人工的活着的。所以，我们要不要用这份爱去裹挟他，让他继续忍受这份痛苦，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核心。我希望我的亲人在离开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平静的，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而且他放心的走，因为他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我知道怎么接受死亡，而就算他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依然在我身边。漂亮。目前是反方，就是董静获胜，多6个。
好久没有，谢谢。我觉得要特别澄清今天这一题，今天这一题不是要你去剥夺一个人自主生死的权利。是的，今天辩题要我们讨论的是，这时你劝或不劝。当一个你的亲人他是绝症患者，这是他在跟你表达说我想走了，这是怎么一种状态？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他不是没有求生意志，他不是忍受不了那份痛苦，而是他害怕继续下去那个疗程。你有没有想过，这时你的鼓励、你的劝，很可能只是给他一个活下来的勇气而已。颜如晶上一场打那一题，讲的是爱情。他之前跟我说，他非常不想打那一题。他说能不能不打，因为他没有爱情的经验。但是这个家伙是变痴哎，我能不劝他留吗？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勇气，推一推，他上来了，他打好了。现在这一个人，也许这个患者他也许只是在于害怕下一个疗程，你推一推又怎么了？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很多绝症，而且是绝症拖了很久的患者，他之所以想要放弃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害怕拖累你，他害怕久病床前无孝子，他害怕他走的时候你会嫌弃他，他害怕自己走的一点都不体面。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如果你真的不觉得那是一个负累，你真心觉得我就想你留下来，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下，你忍住生他的离去，这是怎样的一个离去？这是一场误会下的离去。他害怕你当他是负累，你沉默不出声，他就因为这场误会走了。如果我们说一个家庭、一段感情因为误会而分开，我们会心痛。生命哎，生命哎。好，我假设他真的很痛苦，他真的生无可恋。这时我如果劝，反而会让他做一个决定。好，我就忍，那又怎么啦？人的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难道就真的只有摆脱痛苦吗？把握一段感情，不也是人生中值得珍怀的一件事情吗？摆在这个亲人眼前，现在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摆脱痛苦，一个是抓住这份感情。他为你这份感情留下来，那就是他的决定。他觉得自己的痛苦比起你这份爱，那不算什么。为什么你不让他自己做抉择？他明明有两个选择，为什么你先天性帮助他的生命做这么一个判断？摆脱痛苦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看到你这时喉管被割开了，我帮你决定。为什么不把决定权还给他？谢谢。秋晨，就是刚才建彪说我们鼓励如今撑下去，结果他就撑下去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鼓励一个绝症病人和鼓励一个普通人是同一回事儿吗？我小时候得过10来年的哮喘，我得过非常多的鼓励，我觉得很温暖，他们帮我度过了很多的时光，最后成长有一个基本正常的人。可是我是可以好起来的，不是吗？他们从来都不是在鼓励我撑下去，他们是在鼓励我撑过去。撑过去是一种祝福和鼓励，可是对于绝症病人来说，撑下去真的是一种诅咒。我会好起来，所以你的鼓励于我来说是真的可以变作动力和勇气的。可是对于绝症病人来说，他不会痊愈的，他可以撑着，但他永远过不去了。所以不论你的鼓励看上去是多么的善良，看上去是多么的动听，于他来讲这就是一个要求，要求他继续沉浸在
这种痛苦和挣扎里，请问这不是诅咒是什么？你可能会说，只要我们坚持着，就还有一丝的希望。毕竟人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生命的奇迹，对不对？可是理论上来说，人人都可能发生生命的奇迹，人人都可能中彩票呢。这对于这个绝症病人来说，他就是在拿自己全部的东西来做一场豪赌罢了。如果他自己想赌，当然我们支持，我们说了我们要尊重他的决定。可是如果他自己已经打算放弃这场赌博，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鼓励他继续赌下去呢？其实啊，在放弃生命和这么撑下去之间有一个非常狭窄的选择，就是在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选择用不那么痛苦的方式度过剩下的一点点的生命。其实绝症病人很多的痛苦都不来自于绝症本身，而是来自于这个痛苦的治疗过程。有一些治疗手段会让你完全丧失味觉，再也尝不出酸甜苦辣。有一些的治疗过程会让你彻底的丧失你的行动能力。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他还有味觉的时候，在他还能够行走的时候，去陪他尝一尝这个世界上面还不错的那些东西，陪他回去那个他半辈子没有回去过的故乡，陪他去看一看这个他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识过的世界呢？这难道不是一种选择吗？可是你一旦决定了强撑下去，你进了那个医院，你可能就再也不会出来了。你将会一直的躺在那个病床上面，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导管，这些导管流进去的是维生使用的药液，流出来的是你的意识、你的自尊和你的温度啊。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它考验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待别人生命的态度。我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在面对一个至亲之人即将逝去的时候，心中那份强烈的依恋和不舍。我的外婆呢，曾经在病床上躺了6年，然后最后离开了。当医生最后宣布死亡的时候，我拉着她的手，还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度，所以我打死也不愿意相信那就已经成了事实。我哭着喊着说，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去换他1天的呼吸，我愿意。可是你们以为这真的是一种无私的愿望吗？这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互相陪伴，可是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为了我们多活哪怕1分1秒。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依恋和爱去绑架别人的生命。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真的走到了旅程的尽头，我希望我身边的不是给我加油鼓励的啦啦队，我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安静地目送我走完这最后的一程。就像龙应台在他目送那本书里所说的一样，所谓父女一场也好，母子一场也罢，这就意味着你们的缘分不过是今生今世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你站在小路的这一头，慢慢的看着他渐渐消失在小路拐弯的地方，而且他用他一生的背影努力告诉你3个字：不要追，不要追。谢谢。建彪，他说，其实有的治疗会确实让你失去大量的行动能力。那在你有生之年，你可以选择去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老实讲，这个是脱离今天辩题之外的另外一种情境，但是严格上来讲，它不能算是在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今天的态度不是在说放弃就死，而是说放弃，拿去珍惜好自己的每一天，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老实说，我支持。但是我不认为这一种超脱我们今天辩题语境之外的这一种情况能够算是放弃自己的生命。其一。其二，挽留你的亲人不是叫你不择手段胡乱的来干扰他的行程，他有自己的下一站，我同意。
在他做了最终那一个决定之后，他希望有一个体面的离开。我尊重，但是劝是我的爱。说一下，怎么了？没有了，建标多7票啊！来，第3队来。其实秋晨的问题，其实建标学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再强调一遍，我们没有拿爱绑架任何自由，我方只是提出一个选项。天平两端有2件事情，我很疼，但是有亲人的爱，让他自己去比。如果在你比较之后觉得疼我更难忍受，那我尊重你的决定。如果你觉得这份爱对我更关键、更宝贵，我即使喉管切开，可是我看到我孙子，我每天都能看到孙子，我再看到他一眼，我就觉得能让我抵住那个疼。那我希望孙子把那份挽留表达出来。我们提供2个选项，你选。我拿到这道题之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了哪些事情。我走访了医院，我去了同济协和，我去了肿瘤外科，我走访了很多医生。我想了解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绝症病人在最后会做出放弃生命这个选择？刚才我听到了很多原因，比如说他苦，他没有尊严，他不够体面等等。但医生说不是，真真正正让他们做出的决定，90%以上的原因只有一个字，是疼，就是疼。我说疼到不要命吗？我疼我也不太有经验，我就深度访谈了一下我的老婆。因为他生过孩子，他是一个播音专业老师，所以他之前非常非常坚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亲人，我一定要自己生，因为他很多朗诵或者表演的现场需要那种疼的感受的表现，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生其实对孩子会更好，所以他非常非常坚定地做出了一个自己生的选择。他生了1天半，因为那个孩子是我的，所以头比较大。你觉得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头大吗？坐在这儿的这几个脑袋都不小，但是绝对跟我们没关系。所以在生的过程中生了1天半，前一天呢，他还拿着 iPad 看片儿。当时跟我说没问题，放心，相信我。而且就在他在准备生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母亲进了自己生的那个房间，不到半个小时撑不住，推出来就剖腹产了。他当时还给我笑，这要是战争时期肯定没打就招了，这太怂了，这在我身上不可能，因为我老婆真的是非常坚强的一个纯爷们儿、真汉子的那种人。而且他跟我说，无论如何到时候一定要鼓励我。我说没问题，鼓励多多，绝对包了。结果宫缩开始了，就刚开始30分钟，然后15分钟，就在那最后的时刻，就脸就开始变形，最后眼睛也不睁了，就闭着，整个整个下巴歪到了一边儿。他还顶了大概1个多小时，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就抓着我的手。他说：“老公，剖。”我说：“老婆，你记得江姐吗？对吧？”我说：“想象他。”他说：“滚。”对的，我说老婆，我们约好了，鼓励呢，你可以的 ，trust me， 你滚。我在鼓励了大概5分钟之后，我老婆说：“你出去，叫我妈进来。”他说：“你不懂，女人懂，你叫我妈进来。”然后大概10来分钟左右，他被推出来，需要我签字。然后他说剖，我说你体验的呢？孩子更好呢？那么多签不签你？但这是他当时的决定，我尊重他的决定。出来之后，在月子当中嚎啕大哭。他说：“你当时为什么鼓励我？”扑通就跪那了。我错了，行吧，我错了，我当时鼓励你还不够。后来我问了他，你当时什么感觉？在那个状态下，没有任何感觉，整个世界就只有一个字写在那儿：疼。剖，他就一想，剖能不疼那就剖。绝症病人90%以上在那个时候想，死了能不疼那就死。对，这就是医生告诉我们为什么绝症病人会做出那个选择的原因呢？疼到极致的时候，就是他们做出这个请求的时候。疼到已经不行了，他会拉着医生说：“拔了，把管子拔了吧。”但是当这一阵过去，情况稍微缓解的，他们都会含着眼泪跟医生说：“还有可能吗？你再试试。”这就是绝症病人没有那么坚定的，
人性在最后那个时刻就是那么脆弱，就是那么摇摆的，一边就是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哪条路能不疼我走哪条路，死多大个事儿，只要死了不疼，你就把我管子拔了。可是，一旦他没那么疼，他都会跟医生说，再试一下。那是另外一种本能，那是求生的本能，哪个人不愿意活下去啊？你老是说人不是中彩票，每一个绝症病人都希望自己是中彩票的那一个，而且我们就那么不相信今天的科技吗？有多少病在5年前是绝症，今天可以治好？有多少病在10年前必死无疑，今天可以？20年前你跟一个人说了癌症就是宣判死刑，现在有多少癌症早期和中期的病人康复了？全国那么多抗癌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对，如果5年前的那些病人撑过了这5年，现在是不是有可能救活呢？有没有可能呢？没错。我方的建议是，鼓励他一句，哪怕轻轻的，也许推他往前走了一步，也许推他走了几年，也许就等到了他生命重新绽放的那个春天。谢谢。我要代表古力多燕麦牛奶，谢谢陈明，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的场景，就是在产房里面，不用说嘛，拿着吧，这是不是写着呢吗？古力多。好，黄仁忠。马威不要哭了啊！这段一部分讲给你听。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叫做健康沟通。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怎么样，它内容就是专门在讨论在医患关系的过程中，医生怎么跟重病的患者沟通，家属怎么跟重病的亲人沟通。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场合，那是一个特殊的对象。你要知道，一个绝症的患者，他不是第一次听到鼓励。事实上，他从得病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听到鼓励。他一直都在听到鼓励的话，他是听到今天的。什么样鼓励的话呢？你们都探过病，我们怎么鼓励病人？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好多了，加油，没事的。医生说这个药有效。下周出来了，我们一起去旅游吧。他听太多了，他听太多了。现在他是绝症末期了。你要知道，对我而言，我不想听这个。我不想听你一直告诉我你有多舍不得我。我想听的是你会多么怀念我。我想听的不是你不断告诉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我想跟你聊的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这辈子已经完成了什么？我想听这个。不要告诉我说没有我你们都不行。告诉我，就算我走了，你们依然会好好过。不要告诉我说，你看孩子还没结婚呢，你怎么忍心走啊？他们没有你不行啊，他们没有你日子怎么过？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不，请让我安心，宝贝，没事的，人都会死的，不在今天，也在某一天的，没事的。你要知道，鼓励的话其实是非常带有社交色彩的。一旦你说出了鼓励的话，很多真心话你就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你来见我。很有可能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可是你说出口的是没事的，等出院，我们再去干嘛干嘛。可是这句话一出口之后，你原本在心里的话你就说不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总觉得会再见，这些话堵住了你的嘴，很多话你就不会说，而这些话也堵住了我的嘴，因为你不说那些话，有些话我也不能说。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安慰人的场景？我告诉你说，其实我不要说这种丧气话，不要说这种丧气话，你没事的，不要讲这些，我不想听。可是我想说，我们来到人生，我们父女一场，我们夫妻一场，我有话想说，都这个地步，我有话想说。可是你只要安慰我，给我鼓励或打气，我们双方都说不出口，
鼓励的话是关闭真正沟通的话语。当你走的时候，当你离开我的病房，我会希望你要自己也知道，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请你把它当成我们最后一面的时候对我说，趁我还能听，趁我还能回应。有多少人所谓的最后一面是看到弥留之际的亲人说，爸，其实我有很多话是，他听不到了。你为什么要憋到最后一刻说？你之前说了什么鼓励的话？我们不怕走的，你懂吗？不要再鼓励我说你要有勇气。我去的地方不需要勇气，你们才需要勇气。这边，我完全认同植中学长刚才所说的全部，因为您刚才说的是不要只鼓励，也要加一些真心话，没有说不该鼓励。我们为什么不能很真诚地跟他聊完了之后，在一整段掏心窝子的对白之后加一句：你看你之前有过那么多辉煌，生命是多么的美好，加把劲，不要轻易的放弃它。很难吗？您刚才说的所有的话，在我看来是最棒的鼓励的话。所以在我看来，植中学长，您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会鼓励他人的人，因为不把鼓励说出去的鼓励，才是真正的好鼓励。多多的鼓励。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知道，当然大家听完第一次，有时候会有陈明这样的误解。因为你在鼓励他的时候，你在带他说你不能放弃，你要撑下去的整个的语境过程当中，你都不会传达一个意思，叫做你已经来够了 ，good enough， 你不会传达的。你会说你以前做过这么棒的事的下一句就是以后你会更棒的。你不会说，如果你说的是你以前做过这么棒的事，已经够了。真的想他撑下去，你的语境不是这样，你的修辞不是这样，不是像你所说的，就是加两句话就变成鼓励的话，不是的。我们整个的目的根本都不一样。所以我这个目的，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胜负，我只是必须要澄清。我希望大家如果能够从这边得到一点分享的话，就是我们让他们得到比较正确的分享。我只是要讲到这里而已，谢谢大家。今天双方二排都哭得跟鬼似的。我们要不要决定再站起来讲的人是不能哭的，不然我们这一集就会长这样子了。我觉得一定不能哭的人里面，欧阳超肯定是不会哭。你还好吗？别着急啊，你在正常状态吗？还 OK。OK， 好。我这个跟绝症一比太小了。警校里要考5000米，但是我耐力不好，跑到最后4000多的时候，站在那边鼓励我的是老师，他说我是过来人，放心，坚持下去。秋晨，他经历了10多年哮喘，但是鼓励他的是医生，是痊愈过的人，他有这个资格去鼓励。因为他战胜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绝症。如果谁战胜了绝症，这个病对他来说就不是绝症。这世上没有人有资格去鼓励一个绝症病人，因为他不是过来人。蔡明，刚刚欧阳超讲的那个情景，我认为会非常的荒谬。如果在悬崖边，你抓住了你朋友的手，你跟他说：“你再坚持一下，你多抓久一点，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对不起，我没有经验，因为我没掉下过悬崖，所以我就不能鼓励。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没懂。我好犹豫。马老师说：“你们有没有人有亲身经历？”我没举手。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在一个舞台上说出我自己的故事。作为虚度妈的成员，我登上过很多舞台，我们都只配音，只带来快乐。我不敢说自己的事，但是我决定我说一下。95年的时候，我的爸爸得了肺癌，
那一年我们家就是经常吃饭都要考虑吃几碗。我现在个头都比较小，但是95年我的个子更小。那一年我推着3轮车，我要这么推。但是那一年，我第一次推着我的3轮车，去我们那儿最大的一个早市进了蔬菜，去全市卖。我是一个路痴，我学会了找到回家的路。我的妈妈原来是我们那儿最大的一个商场里面的第一批会计，各项比赛都是第1名，手活得不得了。现在我看到她的手，每个骨节都非常的粗大，双手全是茧。为什么？因为曾经在为了想要留住她生命中最珍爱的那个男人的生命的时候，她当过清洁工。为了再多挣一点，她除了当城市街道的清洁工，她还在她工作过的那个最大的商场额外的做一份清洁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吗？我讲这些我从来都不会哭，我总是跟人家讲我很自豪。曾经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的差，我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在他的世界里，我洗澡超过8分钟，他都要打我。读书的时候，我一个作业题不会做，棍就是一棍，我特别讨厌他。但是当医院跟我说，你爸爸这个肿瘤应该是没救了，但是你们可以坚持一下。当时的技术好像是救不好了一样，就是对方一直在说绝症的定义是什么，没有人能定义呀，谁也不知道这个生命是能救得了还是救不了啊。我爸爸奇迹般的就好了，好完了之后，我头一次感觉到哇，拥有一个严厉的父亲这么的幸福。我在我爸爸在家里的时候，我就麻利的洗澡。我有不会做的题的时候，我赶紧想办法，我想要考更高的分数。他们的活下去会成为我的羁绊，会成为我妈妈那么努力的放下一个女人爱美的天性去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不公平一点呢？你的活下去能强制我，能绑架我，为什么我对你的鼓励不能让我存一点私心，绑架一下你呢？谢谢各位。这次应该是小松开始，小松结辩啊。那就从理论上来说说吧。那我说2个事情，一个叫自由意志，一个叫生命质量。就是自由意志当然是对方一直坚持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把这一件事儿，一个人得了绝症，他想要结束，我们去劝他，其实它是一个点，我们从这个点往2边都拉长一点，向左拉到说一个人要自杀，要不要劝他？那是他自由意志啊。他说我要自杀，我承受的虽然不是那个癌症的病痛，但是我是抑郁症，那个痛苦是非常痛苦的。那你说这也是自由意志，要不要劝？所以我们这个维度先拉长到这儿，我想我们应该大家都没有分歧，说一定要劝，对吧？所以这个是自由意志就放一边了，不管什么自由意志都要去劝。第二一个就是说，当生命质量下降的时候，下降到什么程度，它应该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生命了，就是一个没有质量的生命了。那我们怎么界定它？我看有很多人那个爱国的同学批评我为什么举美国的例子，说我们在辩论中国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是在辩论中国的事情，我们辩论的很多都是普世的事情，是吧？有些东西因为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他先走到那一步，他尝试了。那我们还没有这个例子。我不是不爱国，非要讲美国的例子。在美国在05年的时候，有一次轰动全国的，布什也出面了，国会、最高法院等等，就是一个女生，她叫 Terry Schiavo，90年就已经是植物人了。到了98年的时候，她的丈夫说我希望拔掉管子，因为他生前曾经他们成植物人之前，他跟我说过，如果我不行成植物人，我愿意这样结束。那可是父母坚决反对，就 Terry 的父母是坚决反对让女儿这样去死。丈夫坚持说我是第一继承人，那我有权说拔掉管子。2边上诉到佛州法院，佛州法院判定拔管子，结果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导致国会周末加班立法。
准备立法，就是要驳回这个佛州法院的判决。布什从休假地飞回华盛顿，拿着一支笔准备签字，就是在周末准备周日签署法律。就是那管子，因为那管子拔了，最后他还活了13天，所以拔掉管子了。后来又插上，后来又拔掉，各级法院判又插上，3次拔掉管子插管子，全国人民都投票，都加入了这个辩论，就是说生命完全没有质量，脑死亡啊，还有没有权利活下去？其实我个人，你让我表态，在 Terry 这件事上，我是支持结束的，因为那个生命已经完全没有质量。但是我们这道题说的是什么呢？他还能表达他的意愿，他还会说我想我撑不住了。这个时候生命是有质量的，他只要还能思考，他还能表达。他说我走，不管是什么原因，疼痛，怕你花钱，这一切都是基于情感来的，对吧？人说出一句话，一定不是骚爬反射，也不是膝跳反射来的，那一定是经过了思考、情感。只要他还拥有这些，这个生命就是有质量的。一个有质量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我有时候想到这个问题，我有时候想我自己经常想，我长成这样的一个人，已经做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我已经不虚此行了。可是当我得了绝症的时候，如果真的没人来劝我，我会非常难过。我会在闭眼的一刹那，想到这边空空，这边是死神加你们。但是我最心爱的人应该是站在死神对面的，这边是死神，是他不会走的，他就在等着我呢。你们站在他对面，我觉得心里有一个平衡。但是最后你们都在这边，这边空空。我最后闭上眼睛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我虚了此行。谢谢。这一题讨论起来比我想象的沉重哈，就没有想到奇葩说也没有逃过这个魔障，就是一触及死亡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不起来。可是其实我依然愿意讨论这一题，就是因为我们要练习面对告别这件事，这是值得练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要告别。那我刚刚安乐死了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康熙来了》哈。我们最后一集很多观众没看，因为他们说我不要看最后一集，因为没看我就假装你没死哈，这样子你们就没跟我告别。安乐死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后来收到很多人的反应，然后真的就像执中所说的，很多人挽留，所以我完全同意你讲的，就是如果大家都不挽留我会觉得搞什么啊？就是12年白干了。对，就是说，哎，你们都不希望我多做一点吗？可是其实更让我开心的是那些跟我说，哎，我这12年过得很开心，或者我只看了2年，可是这2年我很开心，然后我很高兴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那个是我看了以后最放松的一种。然后只要鼓励我说在座的，我都压力很大。就光是观众说，哎，你知道我现在晚上吃饭的时候看什么？我就压力很大，说我就开始翻电视节目，想说我帮你找一个节目你可以看的，就是我们都得告别，可是告别变得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不太喜欢练习这件事。我身边的人，有的人在病床上躺很久，只要超过大概1个月，我的鼓励的话就词穷，就是我的家人躺在那个病床上，他只是生病，他只是得绝症，他可没有智商变低啊。我要是我躺在病床上，然后陈明来跟我讲那些撑下去，5年后人生再绽放光芒，我要是有力气，我一定就揍你。就是我被揍了，对，就是你好烦啊！就我当时一定只想这件事，就是哎，我只是躺在病床上，我智商并没有降低，就是我要你来告诉我。我再撑一下就过去吗？我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新药，我也可能知道明天有生命奇迹，这些都不用你告诉我。所以鼓励对我来讲就是压力。那你承认我过去做的事情对你来讲有点意义，我真的比较开心的接受。所以好，你刚刚讲说这是同一件事情，哈，那就同一件事情吧。我们明明知道每个人都会死，为什么我们一聊到死亡的时候就会变得整个人都错乱？我们做主持人真的很倒霉，就是只要有朋友死了，我们都得主持他的告别式。就他死前只要握着你的手说
我的告别是要你主持哦，你当时好意思说我不要吗？我的好朋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蹈家，她在我现在的年龄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她得的是脑癌。那过世前，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我拜托你们把人生当成是一场 party， 你们要继续在 party 里面玩耍，可是我要先告辞。然后我是一个好客人，所以我告别一个 party 的时候，我不希望全场的人都因为我而放下酒杯，关掉音乐，穿上外套，站起来，一副你走了我们也都不要玩了的景象。他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我走掉的时候，你们可以继续玩。我如果听到你们继续玩乐的开心，我在门背后听到你们玩乐的声音，我会高兴。然后他要求要一个开心的告别式，我真的很悲惨，就是我不但要主持告别式，还得主持开心的告别式。他就说好，第一个大家都穿彩色衣服，然后大家都照规定穿彩色衣服。然后呢，他身边有很多演艺圈的明星朋友。我一到会场呢，我就把这些明星都抓起来说，第一个呢，你们现在就要告诉所有的来宾厕所在哪里。所以这几个明星就通通都假装是空中小姐，就介绍说，逃生门在这里，厕所在那里，然后玩，大家都开心一点。然后我终于我都觉得我快要撑完整场的时候，因为他是舞蹈家，所以他有很多鞠躬跟观众谢幕的画面。所以我看到那个谢幕的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太爽了，他已经拍好谢幕的画面了，所以他有很漂亮的画面可以跟观众一鞠躬说老娘先走了。我就觉得哇，舞蹈家好过瘾，可以有这个。所以你们像你这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你要先录好老娘先走的身影，因为那很帅，就是拜拜。死神可以剥夺你的生命，不用剥夺你的尊严跟温暖。所以我们练习告别是练习这件事情，而不是一直留对方，因为留不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标题说撑下去，OK 啊，可以撑。我的问题是 for how long， 撑多久？你是要我多撑1天呢，你就多高兴1天；你要我撑3天，你就多高兴3天。这事儿没完呐，因为你们把撑下去当成是我对你们的爱的标准的话，我就只好一直撑。所以小松说我撑不住了，你要相信，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可没有生命质量了。我若还有生命质量的时候，我不会说出我撑不住了这几个字的。我今天乐于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值得讨论，因为每个人生都得经历这件事，所以谁输谁赢都没关系。可是小松如果说他说撑不住的时候，他生命还有质量的时候，你要睁大眼睛看一下，是真的吗？就是有的人像我脾气这么硬的时候，我说出撑不住了，是真的撑不住了，然后你得要放我走。那时候你再留我就会像对陈明一样，就是老子还有最后一份力气，我不拿来活，我拿来揍你。小松姐辩，好吧，那我就不辩论了，因为咱本身也不是个辩论，我来模拟一下我们怎么来说出这个话，好吧？好，对，这个如果是我会这么说。好，我鼓励你撑下去，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你是那颗星星，我是你旁边的这颗星，我的整个轨迹是被你影响的。即使有一天这颗星星熄灭了，它变成了暗物质，它变成看不见的东西，它依然在影响着我的轨迹。你的出现永远改变着我的心轨，无论你在哪里。我要是躺在那儿，我一定说，请你用中文再说。你说讨论这题划不划算，就是又把他逼出一首诗来。对。我特别同意小松说的话，这个话题没有辩论的必要，所以尤其没有输赢的必要。我们听听罗振宇老师怎么说，好吧？哎，我30多岁的时候特别相信自由意志，可是我过了40岁之后呢，就觉得这事儿有点存疑。
自打我爱上看《奇葩说》之后，我就对这个事儿更加的存疑。你看我面前的那个柱子，不断的变来变去，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但是真是不坚定。所以，当我们在尊重他人自由意志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命题，就是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尊重啊，我从来都是尊重别人自由意志。我先想到你怎么想，然后我鼓励你那样做。但是生死这事儿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警察叔叔刚才说的，没有人在那边儿，我们全在这边儿。那个点叫阴阳界。在阴阳界上，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有一个词儿叫中庸。中庸不是和稀泥，中庸是恰到好处。所以很多人骂我们的节目哈，说自相矛盾呐，说什么低等的智慧的人都是自相矛盾的，有不自相矛盾的人吗？两个原则没有任何是对的，只有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你做出的唯一正好的判断，那个点叫中庸。请问开车是往左打对还是往右打对？不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点上，正好中间那一点是对的。那好，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边，我们怎么影响他此刻的判断？可能这边说的全对，但是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我站到那边去，所以我没有办法，想尽办法，哪怕达到我做不到的智慧，比如说黄执中老师刚才那套说辞，在我看来也是鼓励，让你在这边过得好。最后还想说一段话，画不是画本身。我说一个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哈，我第一次觉得我爱上我老婆，是因为她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减减肥吧，你比我大10岁，你老了我伺候不动你。我觉得我就是那一刻爱上她。那之前娶她的时候都没爱上她。你老婆看不看这节目？爱和爱还是不一样。但是那你说他应该怎么跟我说这句话？因为我知道他让我减肥，我减不了肥。我跟如今一样喜欢吃，对吧？喜欢吃，我减不了肥。他这句话对我减肥做这个决策没有任何用，但是我知道这个女人会一辈子对我好，我也下决心一辈子对她好。如果她那一刻采取黄执中的话术，告诉我你已经够了，你够了，你胖的挺好看，特别像杨贵妃，我全部接受。我会觉得她好傻，她甚至用一种很不耐烦的口气跟我讲，她在讲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她好美，我要跟她过一辈子。所以鼓励并不是鼓励本身，我们在别人生命当中的作用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在阴阳界的这一边做好我们自己就好。对的。题目好像最终都聚焦在鼓励这儿上，但不重要。这回家了以后该怎么对外婆和这边该怎么对其他亲人，都是个人选择。真正的自由意志是个人选择，而不仅仅是对别人选择的那个尊重。我父亲今年去世10周年，我父亲是突然去世的。那天早上我接我妈电话，然后我就开车往家走，她说你爸不行了。然后我开了1个小时，路上我把所有的事儿都想清楚了，该怎么解决。然后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然后就放不下，因为是突然去世，大家都知道，就突然去世对人的那个打击，对家人的打击特别大。3年以后，大概3年的时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父亲，我父亲跟我说，我今天才真正的走了，很高兴跟你做一世父子，有缘再聚。我不信那是我父亲跟我说的，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在当天他去世的当天就已经走了，他一呼一吸之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说，我自己的一个
潜意识放掉了我自己。然后从那天开始，我也可能就真的放掉了。我还会去扫墓，但我也不相信我父亲就在他的墓碑上。所以面对生死这件事，是我们所有汉文化里面的人的缺的一课。我们儒家文化里面叫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所以别聊，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回避这个事儿，不许聊和不许想，甚至你要说了摸摸木头。这导致我们今天像《奇葩说》这么逗的节目，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全场最安静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逃过我们文化基因里面对我们的那个束缚，所以尤其有必要去思考生死，而思考的结果才是最不重要的。所以今天这是一场辩论吗？这不是，这不过是一个话头。刚才有那么多人举手说我的生活里经历过这件事儿，你没经历过的、没举手的那些人，和那么多看这期节目的人，如果因此而想这个事儿，就叫善莫大焉。所以没有结论，也不需要。我们这场比赛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请允许我把广告念完。感谢，好敬业呀！面向生死，请记住，喝了才能一块聊天的雅发咖啡，快到让你飞起来都比我和废话就像头发，消灭它请用海飞丝。关注朝阳公园东七门，独家花絮幕后新鲜八卦只在这里。下载有看有聊的爱奇艺 APP， 解放你的奇葩天性吧！登录手机百度搜索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洋洋洒洒任你喷。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讨论，选出你爱的辩手去大冒险。然后到这儿我们就不知道规则该怎么进行了，因为有奖金要发，对不对？因为今天没有胜负，所以我就建议刚才胜赢分了出的也全都忘了吧，可以吗？然后双方平分本场奖金。由普利多燕麦牛奶提供的国际抗饿基金，然后那根据前面几场退为2排1员的，那么双方导师各有权利复活1人。那么小松考虑一下，在岩浆汉和石泰明里面，其实你有一个机会复活1个人，人生考验。所以肉松队康永哥要在永开、李挺和豪平当中选择1个人复活。你要我鼓励你吗？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你决定我们队留的，我决定你们队留的，好吗？这样不残忍吗？有意思。这纯靠大家就好，那么我替你选1位了。好。我替你选前面这位客号。完全听你的。好，那个康永哥替大锦队选择了石泰明，那谢谢江汉，谢谢江汉。哎，那现在是小松要替肉松队选1个了。我来帮你选。那谢谢李挺，谢谢豪平。明天我们将面临最后的决赛。目前决赛的规则是3v3。具体的规则我们还没想好，所以今天晚上再说。谢谢我们的冠名赞助商时尚购物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穿衣用有范儿，争取不犯二。谢谢有范儿，谢谢所有的观众跟我们分享这一期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其实我们很多人，尤其面对亲人的逝去的时候，确实都是在采取一些逃避和不愿意告别的方式。至今为止，我觉得我们大多人都对死亡，都很避讳都不敢提。我们一直在学怎么说话，都是在学怎么体面的状态下说话。不体面的状态下要怎么说话，没有人教。可是实际上，这个事情是逃不掉的。所以如果课本里面没教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节目里面多教教是件非常好的事。
那是死亡使得很多事情有意义的，它并不是生命的敌人。那我们想的应该是从出生之后练习怎么面对它，以及要跟它相处。